什么人？谢将军，你今晚有空吗？乔二小姐这是不追陆世子了？我不追他了，我追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搞错了，我攻略的对象不是陆锦之。我当了3年11个月的舔狗，全世界的人都以为我非陆锦之不嫁。你现在跟我说，攻略的对象不是他？你再说一遍。4年前，因为一场车祸，他倒霉催地穿到这个陌生的朝代，绑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攻略系统。系统跟他说，只要他攻略下陆锦之，就可以获得新生，期限是4年，期限内没成功，系统就会直接把他抹杀。他为了活命，没皮没脸，风雨无阻地给陆锦之当了3年11个月的舔狗。今天，这个杀千道的系统竟然跟他说，他攻略对象搞错了，而且已经用掉的时间都作数。只剩下1个月，你让我去攻略另外一个男人，你干脆杀了我算了。就算没出 bug， 剩下1个月时间，你也攻略不下陆锦之啊！你还不如换个人搏一搏。你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为宿主服务是我的义务。作为补偿，我为宿主争取到一项权益，降低任务难度。只要宿主在1个月内让新攻略对象动心，即可视为任务完成。之前的任务要求，攻略对象必须全身心的爱上他，1个月动心搏一搏。房门被从外面撞开，乔银的大哥乔默，还有他的婢女碧珠从门外走进来。小姐，2个好水性的婆子已经备下，今晚一定让你死而无憾。妹妹你放心，只要你一死，我立马拿住陆锦之，让他对你负责。你生他得娶你，你死呸，妹妹你当然不会死了。今日是陆锦之的生辰，今年他掏光了家底儿，包下了京城最有名的园子吉芳园。因为4年期限将至，乔银准备使用最后一计苦肉计。计划有变，我不想嫁给陆锦之了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哎呀，反正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喜欢陆锦之了，你们也别在我面前提他，晦气。小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喜欢陆世子了吗？那今晚吉芳园的宴会怎么办呀？要取消吗？可是请帖都挖出去了，这会儿子估计都有宾客到场了。不用取消，宴会继续，但宴会庆祝的对象换一个，我要宴请定国将军谢玉安。谢玉安？对，就是谢玉安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宴会就是为谢玉安准备的。哦，我懂了，妹妹，你这是不用苦肉计，改用欲擒故纵。妹妹，你可真是孙子在世呀！什么欲擒故纵啊？我是认真的，不跟你们啰嗦了。我现在就去吉芳园见谢玉安。小姐，你别吓我，陈世子拒绝你也不是1次2次，大不了你从头再来，您别费糊涂呀。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啊？这次不是陆锦之拒绝我，是我要甩了他。可小姐，今晚的宴会您压根就没邀请谢将军啊。他怎么给忘了？他压根就不认识谢玉安，连他是圆的扁的都不知道。那你赶紧补一张请帖送去将军府啊。乔银吩咐道。算了，我亲自去请。他的未来夫君，他得亲自去看一眼定国将军府。夕阳的余晖之中，谢玉安正在后院练功，他单手持剑，身如蛟龙，气势如虹。只见墙头上趴着一个鹅黄衣裳的年轻姑娘，没想到啊，系统待他不薄，给他送来这么一个男菩萨。瞧瞧这身材，比他生前手机上刷到的任何一个擦边男模还要养眼。要去。等，久闻谢将军大名，小女子特来拜访。谢将军，你今晚有空吗？乔大小姐今晚不是要给陆世子庆生吗？怎么有空在这儿趴墙头？谢将军，你可千万别听信外面的谣言，今晚的宴会不是给陆锦之准备的，是我专门为谢将军你准备的。为我？是的，就是为你。将军以1敌100，大破戎军的英勇战绩，堪称战神在世。小女子心生仰慕之情，特意为将军筹办了今晚的宴会，归你庆功。4年前的战功，难为乔二小姐记得。那今天是将军的生辰吗？不是。那今天是将军家里人的生辰吗？不是。那今天将军身边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吗？我今天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狗。行，
那我这宴会就是为谢将军你的狗办的，庆贺他不再流浪，重获新生。乔二小姐这是不追陆世子了？我不追他了，我追你。谢玉安一怔，你敢不敢让我追？谢玉安只觉得今日这霞光格外的晃人眼，只剩下耳边回荡着你敢不敢4个字。要下来吗？乔莹看着谢玉安朝自己伸出的手，像是一个张开的拥抱，想也不想的从墙头直接跳下来。国公府大门口，国公府的世子陆锦之从马车上下来。锦之刚从宫里出来吗？今日是我生辰，姑母召我入宫，赏赐了一些礼物。陆锦之的姑母是宫中贵妃，恩宠正盛。都忙完了吧？忙完了跟我走吧。楚文景把他拉向自己的马车。去哪里啊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去吉芳园了。乔莹那个花痴，这次闹那么大阵仗，我不信你不知道。你又收了那女人什么好处啊？乔莹送了我一块上好的砚台，托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带去吉芳园。走吧走吧，反正你在家也无聊，不如去看看他今天又会闹出什么新花样来。楚文景把陆锦之拉上马车，陆锦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。这些年，乔莹为了能够得到他的青睐，对他身边的人尤为的殷勤。别说楚文景了，就连他们国公府的门房都还收到过乔莹的重礼，真是胸无点墨，恬不知耻。景之，你过完生辰该议亲了吧？要我说呀，那乔莹呢，虽然行为出格了一些，但是对你是一片真心。这4年他对你穷追猛打的，你从来没给过一个好眼色，他都没有放弃。不如等你大婚后把他纳了，能成为你的妾室，服侍你左右，乔莹一定感恩戴德，对你愈发死心塌地。我身边不收俗物。你这过分了。乔莹自小在乡野长大，不通诗书再正常不过。再者，妾室而已，赏心悦目即可，要什么诗书文雅？你扪心自问啊，这么多年，你让乔莹缠着你，是不是也觉得她那张脸美艳动人？陆锦之也没有反驳。马车在吉芳园门口停下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这全都是乔莹请来为陆锦之贺寿的。这位公子，请出示您的请柬。他是今日这宴会的宾客。我家二小姐说了，凭帖入宴，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进。乔莹为他办的生日宴，下人竟然管他要请柬，这乔莹怎么办似的啊？竟然让一个这么没眼力见的下人在门口待客，连国公府的世子爷都不认识。你是国公府的世子？陆锦之脸色正要转缓，那就对了，我家小姐还特意吩咐了，谁都能进，唯独国公府的世子不能进，太晦气了。乔莹他疯了是不是？陆锦之冷哼一声，甩袖走下台阶，一辆马车驶来，停在他面前。车帘一掀，乔爷那张娇花一样的脸露出来。陆世子，你也在呀？正好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与乔小姐无话可说，往后还请乔小姐自重，不要再骚扰我家的门房和我身边的小厮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个，让你的小厮、你家门房还有他把我的东西都还回来。我送陆世子的，世子如果没丢，也请一并还给我。陆锦之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不应该这样的。乔莹应该在听到他的狠话之后，立马就跑过来挽留他、哀求他才是。你又玩什么花招？欲擒故纵这招你早就用过了。乔莹，别玩这么大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惹景之不高兴，小心景之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所以乔二小姐请我来，就是为了玩欲擒故纵的。没有的事，什么欲擒故纵？我这是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。弃他投我？你能不能别这样对我笑呀？这样显得我很蠢。谢玉安不解，放着你这绝世美男不要，在那鱼眼珠上浪费3年又11个月01天，我真是蠢到家了。谢玉安知道这话里有极大的水分，但不得不承认他被愉悦到了。你的陆世子已经被气走了，你还要继续演吗？他有什么好气的？他不是早就对我不耐烦了吗？我再不去他眼皮底下讨嫌了，他陆锦之应该高兴才是。手腕突然被攥紧，3、2、1，饿了。瞧我怎么把我们宴会的小寿星给忘了。折身从车厢里抱出一只白色的小奶狗，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和谢玉安踏入了吉芳园。陆锦之走了，但是前来赴宴的宾客一个都没走。真是见鬼了，谢玉安怎么会跟乔妍在一起啊？
我猜乔银是为了刺激陆景之，故意请谢玉安来做戏的，等着看吧。乔银撑不了3天就要露馅儿，如果不是，我去吃屎。3天？我看不用3天，最多1晚上。搞不好待会宴会散了，他就会跑去国公府大门口哭闹了。原来你不仅爬过我的墙，我发誓，以后我只爬你的墙。以后同样的戏码只能演1次，演多了就没用了。陆景之又不傻，没有演戏，我是认真的，你等着瞧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谢玉安不置可否，那你也没机会了。你以后不用爬墙了，至少来见我不用，我会让人在墙上开个门。乔银只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般，不用1个月，他3天就能把它攻略下来。乔二小姐落水了，快救人啊！乔二小姐落水了！冰冷的湖水从四面八方袭来。就在他快要沉底的时候，一双手环住他的腰，把他拉出水面。乔银紧紧地攀住来人的腰。陆景之在哪呢？陆景之，你个混蛋，给我滚出来！今天你必须给我妹妹一个交代，我妹妹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，你必须把她给娶了。这就是乔二小姐要证明给我看的。他哭自己倒霉，哭自己好不容易看到点希望，被他那憨憨大哥一手给掐灭了。妹妹，哥哥错了吗？哥哥听到你落水了，还以为你又走计划了呢。二小姐，这也不能怪大少爷，主要是你之前对陆世子的热情实在太深入人心，我们都不敢相信。那我最后一次跟你们说一遍，不喜欢陆景之了，我喜欢谢玉安。1个月内我不嫁给谢玉安，我就会死，听懂了吗？为什么是谢玉安呢？又为什么一定要1个月？为什么？因为系统 bug。啊！我热脸贴了陆景之4年的冷屁股，我突然自尊自爱，不想这么卑微了，不行吗？好，我早就看那个陆景之不爽了。妹妹，你不喜欢他是最明智的决定，大哥现在这就给你去打听那谢玉安的为人喜好。二小姐眼光真好，那谢玉安谢将军，奴婢看着呀，比那陆什么的强多了。方才落水的时候，谢将军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救小姐，多有担当呀！谢将军救了小姐，小姐以身相许也是不过分的。奴婢马上就为小姐起点嫁妆啊！倒也不用这么急，碧珠，谢玉安救了我之后有说什么吗？谢将军把小姐交给奴婢之后直接就走了，脸色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好。第二天天亮，乔银一睁眼就要去找谢玉安。小姐，咱们是不是要吸取前车之鉴，坚持一点呀？我等不了了。那好歹吃了早饭吧，顺便等等大少爷回来给你带消息啊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乔银一想有道理，是摘星楼的文会帖。小姐，你不是一直想参加这个文会吗？你今天就可以去了。不去。以前他想去这个文会，那是因为陆景之喜欢。谢府大门紧闭，敲了半天门也没反应，见无人应门，乔银轻车熟路地来到昨日的墙角。谢玉安还真是个言出必行的真君子。如果不是昨天那场意外，他现在说不定已经成功打开谢玉安的家门了。开了家门，马上就是房门，那离谢玉安的心门还远吗？墙内传出一声狗叫声，乔银十分振奋，看了碧珠一眼。3条。小姐，你现在重了好多，已经不是这个价了。加2条。收了钱，碧珠立马是站到墙根下，扎了个稳稳的马步。乔银踩着她的肩膀，慢慢的爬上去。姐姐，你是来找谢玉安的吧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谢玉安出门了，出门前留了话，他说要是有爬墙姑娘来找，就说他去摘星楼了。谢谢啊，你可真可爱，你们全家都很可爱，321也很可爱。快拿笔墨来，我要写信告诉伯父伯母，他们家的铁树要开花了。一辆马车出现在了摘星楼门前停下，陆景之掀开车帘，不见乔银的身影。昨晚你走得早，你猜乔银昨晚怎么着？我没兴趣，也不想知道，无非又是闹什么笑话了。还真被你猜中了，他竟然投壶学了短剑。哎，还好你不在，不然他那个大哥就要逼你当场娶了他。我说他怎么要大张旗鼓给你办生辰宴，原来是打算以死逼婚。
他的想法怎么这么出格？苦肉计也不是第一次了。陆锦之想起去年的冬天，他无意间的说了句梅花当属万丈悬崖上的最香，结果第二天乔银折了2只7零8落的白梅送他插瓶，还谎称是万丈崖上的。他当众拆穿他的谎言，乔银把梅花摔在他身上，还当众卷起袖子露出一些有些吓人的伤口，朝着他喊道：陆锦之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我会你连命都不要了，就不能正眼看我一回？啊，乔银是不是脑袋有些问题？众所周知，万丈崖一直只有红梅，他唱苦肉计前不会先动脑子吗？还真是绣花枕头，难怪你一直都看不上他。也就你性子好，才容得他一直缠着你胡闹。他这样要死要活的，会不会影响你一亲？我打算先安抚安抚他，他父亲还在前线作战，若他出了什么事，影响了前线战士，我也难辞其咎。你打算怎么安抚他？纳他当妾？陆锦之招来小厮，吩咐道：拿一张诗社请帖送去乔府。诗会开始了。今日集会的社主是相府的千金颜如玉，颜如玉得了一盘难得的紫龙卧雪，应陆锦之之邀拿出来一同欣赏。今日这花好像没入陆世子的眼啊。确实一般。颜如玉的脸色一僵，意有不悦。我与锦之喝茶呢，锦之说这茶一般。哎，今日这茶水怎么这么生涩？咱们之前常喝的茶呢？除了茶，今日这点心也太难吃了吧！让乔银重新去买一些来。我要那个李记的桂花糕，我要张记的海棠酥。乔银今天怎么回事？分明我们之前都告诉他我们的喜好了，怎么还会弄错？哎，乔银不在啊，他今天没来。门口那个不就是乔银吗？放浪的步履，系歪拆斜的样子。楚文景见他手里提着点心包裹，乔银，下次动作快点，早点来，这样你才能早日加入我们海棠社。乔银把点心藏到身后。谢玉安呢？谁？我找谢玉安，他在不在？乔银，适可而止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给你发了海棠社的请帖，你见好就收。你说这个吗？还给你，没人稀罕给你当跑腿丫鬟。乔银转头欲走。我允许你走了吗？放开他！高处传来一道冷冽的声音。哎，谢玉安啊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陆世子，你弄疼他了。谢玉安上前捏住了陆锦之的手。谢将军，你真的在这儿啊？我还以为我跑空了呢。看，我给你带了糕点，你要不要尝尝？特意给我买的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，所以甜的咸的我一样都买了一些。跑着过来的。你不知道张记的点心多难买了，每天人山人海，去晚一点就买不到了。我为了抢着最后一份，都被人挤到水洼里了。你看，萧炎低头提起了自己的裙子，露出2只沾满泥巴的绣鞋。若是换了陆锦之，这个举动只会是换来他的鄙夷和训斥。那我是不是得跟乔二小姐的绣鞋说声辛苦了？家人们，谁懂啊？8块腹肌大暖男。今日本世子已经包了摘星楼，谢公子不请自来，是有事吗？谢玉安不予理会，转头拉着乔银上楼去了。这时，摘星楼的掌柜走过来。陆公子，我们东家有令，从今往后再不接待陆公子及在座所有人的生意。这是你们今日包场的费用，也一并退还。请诸位收拾好自己的物品，即刻离开摘星楼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们东家是谁？叫你们东家出来！散了吧，这里的东家你们全部加起来都惹不起。颜如玉吩咐婢女收拾好花盆，起身向外走去，一眨眼便只剩下陆锦之和楚文景。为什么都走了呀？这东家是谁？谁这么横，连国公府都不放在眼里？很好，乔银，你是要故意惹怒我是吧？你办到了，而我也确实生气了，这次一定会给你一个教训。陆锦之甩袖夺门而出。锦之，怎么你也走了？一个酒楼的东家都敢给你下脸，该给他一个教训才是。你去啊，谢玉安就在里面，你去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啊！教训谢玉安干什么？我哪敢招惹谢玉安？谢家那可是……等等，摘星楼是谢玉安的产业？他恍惚了半晌。谢家家大业大，摘星楼是谢玉安的产业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但是谢玉安为什么会配合乔银来演戏气你呢？也许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楚文景没想到会从陆锦之嘴里听到这么粗俗的一个词来。应该不会吧？别的不说，乔银对你的专情那是没得说的。所以只能是谢玉安故意勾引了乔银。谢玉安为什么要勾引乔银？因为乔银长得美。乔银的美貌，楚文景也是认可的。不是，谢玉安是冲着我来的。
原来你是这摘星楼的东家啊？那你不是挺有钱的？怎么府上连个门房都没有，敲门都没人应？明天就会有了。什么门房？这到底是谁攻略谁啊？你这是邀请我随时去你家找你的意思吗？女孩子要矜持，这个道理她也懂，但时不待人，她得早点拿下谢玉安。总让乔二小姐翻墙，不是我们谢家的待客之道。那你们谢家的待客之道还有什么？谢家的待客之道里还有一条是，有姑娘不惜脏了绣鞋买来的点心，必须立马吃掉。乔银笑容不止，心里满满的都是被认可后的愉悦和满足。而谢玉安也叫厨房送来了一桌菜肴，怪不得你们摘星楼能做到京城第一，这服务也太精准到位了，竟然还记得熟客的喜好。喜欢吃，那你多吃点，算是我还你的点心钱。吃完饭，谢将军，咱们说好的事还算数吧？什么事？就是我要追你，你也点头允许那件事。如果我说不作数，你就会放弃吗？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。百折不挠是和本小姐美貌并存的闪光点。看到了，确实很美。乔银的脸肉眼可见的红起来。那我再斗胆问问谢将军，我什么时候去找你，不会影响你的公务？随时恭候。随时恭候，向来都是他这个舔狗挂在嘴边的话。我手上的公务已经告一段落，朝廷还未给我分配新职务。这个月正好休沐在家，乔小姐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听说城外相国寺上的桂花都开了，我来京城还没有去看过呢。明天你能陪我去看看吗？明日辰时东城门不见不散。啊，这么顺利的吗？太早了，你起不来。那辰时3刻如何？可以，辰时3刻可以。两人迅速约定了时间，房门被扣响，一个侍卫模样的年轻男子走进来。谢玉安颔首让人退下。吃饱了吗？还要再添什么吗？谢将军，你有事就去忙吧，我也该回去了。确实有点事，太子召见，不可推却。那你先走吧，不用管我了。好，那我们明日见。乔银兴冲冲地出了摘星楼。碧珠，去云衣坊，明天我要跟谢玉安去相国寺赏花，我要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小姐，你还欠奴婢3条小银鱼呢，下个月发月钱还你就是了。小姐，你的月钱都已经预支到3年后了。狗系统，给我滚出来！因为你的失误，我浪费了3年11个月的生命，我还浪费了那么多银子，你赔我！你不赔，我现在就投诉你！据乔银所知，这狗系统是来自一个叫什么时空管理局的，他就跟个打工人一样，肩负着一定的 KPI， 最怕投诉2个字。宿主莫要冲动，莫要冲动，钱这就还你。话音刚落，马车突然一个急刹停下来。乔二小姐，我们家世子爷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还给你。只见马车前站着陆锦之的贴身小厮竹叶，竹叶身后还有2人抬着一口桐木大箱子，全部都退回来了。看吧，自作孽不可活，玩脱了吧，全都还回来了。世子爷说这些东西除了占地方，一无用处，往后乔二小姐省省心，不必再送了。小野已经下了马车，上前打开的桐木箱，只见里头堆着各种锦盒，锦盒上还有他特意系上的红丝带，都没有开封过。竹叶双手抱胸，太好了，那就是全新的，还能卖个好价钱。陆锦之这狗东西，总算做了件人事。竹叶从外疾步地跑了过来。既然回来了，怎么还不进来回话？东西都还回去了吗？回爷的话，正巧在路上遇见了，小的直接叫住了乔家的马车，在街上就还了。然后呢？乔银收了吗？收了。他没闹？闹了，闹得满大街都来围观。陆锦之心中愉悦，他又当街闹什么笑话？乔二小姐见小的把东西退回去，欢天喜地的收了，还当街开箱叫卖了起来。不过一盏茶功夫，送您的那些礼物能卖的全都贱卖了，卖不掉的也送去当铺死当换钱了。什么？乔银，他这是在作死。不过小的见乔二小姐换了钱之后，立马去了云一坊和珍品阁，想必是见那些东西没开封，知道公子都不喜欢，乔二小姐重新去买新的。今年的生辰礼物，乔二小姐还没送您呢。去吩咐门房一声，若是乔银来了，不要刁难，让他来见我。东宫，今日怎么来得这么迟啊？遇见了一家好吃的点心，耽搁了。什么时候你也爱吃这些东西了？今天。这么好吃呢？那给我也尝尝。谢玉安将提着点心的手背到身后。太子殿下叫臣来有何事？这谢玉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气了？一块点心都不给。北京的明州出现了一伙流寇，滋扰百姓数月，需要人带兵去镇压一下。我想让你去一趟，回来时恰好是五军营换任的时候，我便名正言顺的让你接管整个五军营。江怀律虽然已是太子，
但其他几位皇子仍旧是虎视眈眈，其中以三皇子江淮岩最为强势。近来陆家频频动作，似乎有意与相府联姻。一个陆锦之既得了严氏女的青睐，又惹得靖安侯之女穷追猛打，陆家还真是左右逢源呢。太子殿下多虑了，靖安侯府不会站在三皇子那边。明州我去不了，我可以给殿下推荐个人选。你要给我推荐谁啊？你不会抛下我不管了吧？我们可是从小长大的情谊。阿玉啊，你就再帮我一回吗？我没空，让谢人去。谢玉安拂袖而去，江怀绿不急不缓地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小纸条。看来金璇说的不错，铁树真的要开花了。日落西斜，乔莹捧着失而复得的钱袋子，欢欢喜喜地回到靖安侯府。大哥，快跟我说说，谢玉安喜欢什么？我说妹啊，要不你还是继续追陆锦之吧。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谢玉安是什么人吗？4年前一战成名的定国将军啊。谢玉安不仅仅是一战成名的定国将军，他还是百年望族怀州谢家的嫡长孙。怀州谢家天下第一氏族，谢氏子弟人才辈出，遍布朝野内外，家族势力深不可测。大周甚至有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凡帝师者必姓谢。当今太子之所以能当上太子，就是因为年幼时被谢氏族学选中，得到了谢家的支持。这么厉害吗？这些年他一门心思都放在陆锦之身上，对其他人还真是知之甚少。这谢玉安3岁能文，5岁能武，是谢家这一代人中最为出众的人物。传闻他之所以弃文从武，纯属因为他运气不好，分配行当的时候抓到了入伍这个选择。谢玉安极有可能是谢家的下一任家主，那可是比陆锦之强1000倍万倍的人呐。妹妹，要不你还是换个人喜欢吧。大哥，你是瞧不起我，觉得我配不上他，是不是？大哥怎么会瞧不起妹妹你呢？大哥是恨自己无能，不能给你再挣个军功回来。乔默语气放缓，如实道：大哥是觉得吧，咱家现在跟谢家确实差得有那么点远。你可知4年前皇上有意将宁瑶公主赐婚给谢玉安，但被谢玉安给拒绝了。那宁瑶公主他见过一次，太子的亲妹妹，皇族中唯一的明珠，样貌才学更是1等1的。我觉得谢玉安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才不会因为门第看轻我。这2天他待我都十分的尊重体贴，我还约了他明日一起出城赏花，他也应约了。阿姨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阿姨，你忘了吗？4年前你刚来京城，遇见的陆锦之，一开始的陆锦之也是对你温柔小意的，他约你去城外赏花，可结果呢？他把你一个人丢在了城外的林子里，你从早等到晚，淋了一场雨，从山上滚下来不说，还被全京人当成了笑话。百折不挠的乔银第一次出现了动摇。要不然这样，明日我先去城门口看看，若是那谢玉安来赴约了，我立马回来叫你。乔银辗转反侧1宿，终于熬到了第2日。大哥出门了吗？大少爷刚刚出门了，小姐放心，有消息立马会回来告诉小姐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姐，大少爷回来了。小银立刻从椅子上蹦了起来。大哥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到城门口看了吗？他在不在？别再提那个混蛋人渣了，我还没到城门口，但我在去的路上经过张记点心铺看见了他跟一个女的有说有笑，还豪掷千金把整个点心铺子包了下来，哄那个女的开心。大哥，你没看错吧？真的是谢玉安吗？我这可是百步穿杨的势力，我要是看错了，我把眼珠子挖出来给你当炮仗踩。妹妹，你也别伤心，3条腿的蛤蟆难找，2条腿的男人那不是遍地都是吗？大哥再给你寻个好看的来就是。他不是小男人呀，他是在想他的小命。难道他真的要玩完了吗？大哥乔默伸手一提，将他椅子上提起来。哥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干嘛？大哥难不成要带我来喝酒？对啊，一醉解千愁，不要再去想捞什么男人了。好，喝完了大哥再带我去别的地方玩一玩。放心，今天一定让妹妹你玩得尽兴。雅间里的喧闹戛然而止，里头7、8个男人齐刷刷地转过头来。妹妹，这些可都是哥哥我为你精挑细选的好儿郎，你看看有没有哪个你喜欢的？
大哥啊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是什么绝世好大哥，竟然在他最后的时光里给他安排这么感人的礼物。这是齐香，咱军中的随军文书，你看他是不是长得很斯文很俊秀呢？他喜欢。这是赵恒，军中的武状元，力大无穷，在军中无人能敌。乔木挨个的介绍一圈，这来的一群人里面有会文的、会武的，也有会画的、会吹曲的。不一会儿就把乔莹的魂儿都给勾走了。妹妹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呢？我知道，他们全都是活菩萨，救苦救难，普渡我小可怜的活菩萨。妹妹，你不觉得他们都很像一个人吗？像谁啊？乔伊一听，认真打量起来，一看把他吓了一跳。这些人要么鼻子，要么嘴巴，竟然每一个都长得有点像陆锦之。恰这时，屋顶一道惊雷响起，外头哗啦啦的下起的雨。乔伊狠狠地打了个冷战，醉意全消，窗外的雨越下越大。乔伊有些心烦意乱，谢玉安会不会去了城门口，还在城门口苦等着他？外头大雨瓢泼，一道熟悉的身影从雨幕中冲了过来。谢玉安，避雨的人影缓缓地抬起头。小乔妹妹怎么走那么急？不是说要去哥哥家里看哥哥养的狸花猫吗？不行，小乔妹妹要先跟我去看我收藏的宝刀。一人拽着乔伊一条胳膊，做事就要把人拉走。乔木，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，害死我了！让我去找谢玉安。天这么黑了，你这下还下着大雨，你不要命了啊？我看你是喝醉了酒，眼花了吧？刚才那个根本就不可能是谢玉安。就那兑了水的假酒，我醉个屁啊！那就是谢玉安。乔木，你今天把我坑死了！嘻嘻，妹妹，你尝出来了，你这舌头可真灵呀！烦死了！你叫我怎么办啊？谢玉安肯定记恨上我了。他今天要是赴约了该多好！好好的康庄大道他不走，他为什么非得高空踩钢丝啊？我大哥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嘛，我分明就是在点心铺子里看见了谢玉安啊。大雨下了一夜，第二天天光刚亮。小姐，咱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？一点都不早，太晚了。什么人？我是乔家二小姐乔莹，我有事想见谢将军。我家将军不在府，姑娘请回。那门房已经是把门关上，乔莹二话不说，转战到熟悉的墙角，一个矫健的身影正在提着剑在树下晨练。谢将军，谢公子，谢玉安，喊了好几声，底下的人终于停下了招式。姑娘，你叫我？你不是谢玉安？我才不是那个老气横秋的家伙呢，我是他的弟弟，我叫谢忍。你就是那个给谢玉安送点心的姑娘吧？怎么知道？谢玉安7岁以后就不吃高高点点的了。昨天我见他宝贝似的带回来半包吃剩的点心，我就好奇去买了点来尝尝。姑娘，你品味还真不错的嘛，张记的点心是真的好吃啊。谢玉安他在吗？昨天谢玉安不是跟你出去游玩了吗？我还以为下大雨你们在相国寺留宿了呢。我昨天没去。哎呀，你知道吧？谢玉安为了跟你单独相处啊，让人把车赶回去了，那他岂不是成落汤鸡了？哈哈，哎呀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我没看到呀。不过你可是真勇啊！上一个跟谢玉安约见迟到的人，双腿被打折了，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。沈哥，夸奖我的话就不要再讲了。你要是欣赏我，那你快告诉我，谢玉安在哪儿啊？他叫我忍哥耶。他应该在城北的赛马场。你可真是个大好人，忍哥。乔莹道了谢，立马是跳下了墙头，爬上马车，直奔城北赛马场。马场上那策马奔腾的身影便显得十分的突出。乔莹提裙跑过去，谢玉安御马从他身边一闪而过，那森寒的表情。我可以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是因为听说你曾拒绝过宁阳公主的赐婚，所以犯了气。我借我高贵的身份，又没有出众的才华，我就空有那么一点美貌而已。我连给宁阳公主提鞋都不配，怎么配得上第一时间的少主？渐远的马蹄声折了回来，乔伊还没反应过来，谢玉安一只手伸了过来，然后他就飞了起来，疾风拂面。你犯怯，所以就去找乐子，还招了2个神似陆锦之的。你眼力可真好。这是认了？认什么？跟我没关系，全是我大哥整的。我大哥见我伤心，想让我转移点注意力而已。小某昨天坑他坑得那么厉害，这个锅就该让他来背。哥哥家的狸花猫和宝刀能让你开心，这事论起来是你的错。我有什么错？你人长得这么好看，又那么能干，没想到家世还那么好。你要是我，你也一定会自卑在阴暗里痛哭流涕，扭曲爬行。
所以怪我太优秀，我活该淋一天雨。昨天的事我很抱歉，对不起，但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们现在就去相国寺，我们去赏花。昨夜大雨，桂花落了，相国寺已无花可赏。桂花没了，还有冬天的梅花，春天的桃花，我欠你一次，赔你2次行不行？他这么轻车熟路，是不是曾也对陆景之这样许诺过？怎么样，谢玉安？这公平吗？公平。谢玉安没有回答，而是转身拍马走了。骑马很好玩，我想学，将军能不能教教我？不能。我可以给你报酬，我给你做点心怎么样？其实我做的点心比张记的还好吃。我不爱吃点心。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谢玉察觉之后，有些气恼地看了乔银一眼。教教我，像刚才那样，我保证不用2天就能学会了。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他不教你，我教你。点心你给我吧。见过太子殿下。乔家二小姐是吧？太子殿下认识我。太子与三皇子是死对头，而陆景之身为三皇子的表弟，对太子都是敬而远之。萧银自然也跟太子没有交集。自然，乔二小姐芳名远播，全京城无人不识。说白了，他这太子也是看过他笑话呗。太子有空在这好为人师，还不如先回去把自己的马术先练练。这次秋收，还望太子不要再丢了我这师傅的脸。金轩果然说的不错，谢玉安这是沉沦了呀。今日孟先生在应天书院讲学，我来接你的。乔银在一旁听着，江怀律提及的孟先生，他也知道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非常有学问的大儒，只是这位大儒深居简出，行踪十分的隐秘。你要一起去吗？我可以吗？应天书院以前都不让我进门。想去吗？太子没有异议，三人一同前往应天书院。乔银为什么突然贴着你转了？他不是一直跟在陆景之屁股后面的吗？不是他黏着我，是我黏着他。你这话说出来谁信呢？以你的身世，京城闺秀那还不是任由你挑选？你怎么会谦尊降贵和那个乔银？前几日我收到了谢家商队从南境发来的快信，里面提到南境大军已经和越国大军3战3胜，若不出意外，不久晋安侯率领的大军就能大胜归朝。乔银的父亲乔振东是这次讨伐越国的将帅，若大捷归来，乔振东必定一跃成为大周的第1大将，坐镇南境10万大军，那乔银的身家自然也是水涨船高。你是为了拉拢晋安侯，所以才主动接近乔银的？谢玉安不置可否。我何德何能让你牺牲这么大呀？你想多了，我要位也是为了谢家。小姐，你可真是不识好学，去一趟书院都能让你这么开心。这应天书院是京城最好的书院，京中的世家子弟都以进入应天书院读书为荣。书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要进书院的人都必须对上门口的对子才行。不多时，马车已经抵达书院。跟着我，应天书院自然不敢拦你，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你，你想不想光明正大的走进去？我不怎么会对对子。术业有专攻，不会对对子没关系。礼乐射御书数6艺，你只要有一项专长就可以了。那不是乔银吗？他来干什么？楚文景看见乔银与谢玉安分开，独自走向书院的门房。他要挑战入门呀！谢玉安不带乔银直接进门吗？谁会想要带一个文墨不通的白丁进门？那边，乔银向书院的人说明来意。哟，这不是乔银吗？我刚刚没听清，乔大小姐要干什么？要挑战入门资格？对，我就是来挑战的。就你，乔银，真不是我为难你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今日书院请的孟先生讲学，来往的都是博学之人，你就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哎，哀玉，人家都被这样奚落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手呀？谢玉安望着乔银的背影，他不需要。术业有专攻，我确实对子一窍不通，但我会算数啊。你以为我们书院的算术就是你在大街上买菜讨价还价，会数几个数就行的算术吗？那是大学问。你屁话怎么这么多？乔银只觉得聒噪，谁不知道他暗恋陆景之却不敢张口，只能暗戳戳的为难他。你要是不服，那就跟我比一场。我要是输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来沾你们书院的门，看见你薛婉然就绕着走，敢不敢？那就比一场，本太子来当裁判。薛婉然和众人连忙的躬身行礼，去请你们的算术先生来，让他来出道题，让他们比一场。太子的话音刚落，一位银发老者从一辆马车上下来。
不如就让老夫来出题。孟先生，您当心脚下。老夫身子骨康健着呢。萧莹偷偷地打量着这位孟先生，他还以为这位孟先生会是个满口知乎者也的老学究呢，没想到是个老顽童。闲着也是无趣，不如让我来出这个题。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呀！孟先生的出现让这个小小的比赛变得更加的有看头。萧炎大步走到自己的位置上，举目张望着寻找谢玉安的身影。景之，乔音在看你。楚文景用手肘顶了顶一旁心不在焉的陆锦之，陆锦之抬头，果然看见乔银朝着他弯唇微笑。乔音该不会是为了博你注意才硬要来挑战吧？以前你总嫌弃他胸无墨点，腹无诗华。两位姑娘准备好了吗？比赛开始，请孟先生出题。一姑娘在池边洗碗，有邻里经过，问道：洗多少碗？有多少客人用餐？姑娘答曰：洗65只碗，客人2人共用1只碗，3人共用1只汤碗，4人共用1只肉碗。你猜有多少客人用餐？薛婉然胜券在握，提笔便要计算。答案60人。萧爷，你想赢也不能瞎乱猜啊！正确。不可能，他是瞎猜的，这道题不算。那就再考一个。说完，他又看向那位孟老先生。老先生，出难点。好，那我再出一道。有5只猫要分一堆鱼，可是怎么也平分不了，于是商量明日再分。夜里一只猫偷偷起来，把1条鱼扔了后，正好可以分成5份。他把自己的1份吃完便走了。第2只猫起来也扔了1条，又刚好分成5份，也把自己那1份吃了。第3、第4、第5只猫都是这样，扔了1条也刚好可以分成5份。问一共有多少鱼？题目还没讲完，薛婉然已经绕晕了。不仅是他，就是底下那些围观的自诩博学的一众才子佳人们都被困住了。答案3121。所有人都惊住了，齐刷刷的抬头看向乔银。完全正确。这一声宣判就好似是一滴水滴进了油锅里，整个书院门口都炸开了锅。我靠，真的假的？这么难的题，乔银竟然答对了！我们以前真是低估他了，人家只是学得少，并不是愚钝。天哪，这么快？难道他是算术天才？陆锦之怎么也在这儿？他这又是什么表情？陆锦之察觉到乔银的视线，只见他朝自己微笑，并向自己走来。萧银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差，说他愿意服软，他也不计较之前发生的事情。谢元，我赢了，赢得很漂亮。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书院听讲了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？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？你们作弊！薛小姐慎言，孟老先生德高望重，不容你这般信口雌黄。是不是串通好了？他一个出身乡野的，连学堂都没上过的人，怎么可能算得出这么难的题？你看他写的稿纸，像是会解题的人吗？薛婉然拿起乔银的草纸给众人看，上面写着一个1元多4方程式。小丫头，快过来，你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？孟老可不是对谁都会这么和蔼可亲。我没上过学堂，写字很慢，这是我想出来的数字符号。另外这个符号表示未知。乔银怕过多暴露，笼统地解释了一遍。小丫头，走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孟先生，您不讲学了？我一个徇私舞弊的，哪有资格讲什么学？你们另寻高才吧。孟老先生冷哼一声，拉着乔银就往马车上拽，生怕乔银飞了一样。去吧，等会儿我去接你。就这样，乔银被孟老先生拉上马车，一溜烟地走了。你今天去干了什么好事？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得罪了什么人？太子殿下没有治你冒犯，是太子殿下仁厚。你得罪了孟先生，无疑得罪了整个京城的学子。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呀？爹，我错了，我去给孟先生道歉，我去把他请回来。孟先生行踪隐秘，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书院请他来讲学，都是经过谢家转达的。你现在想起来道歉，晚了。爹，你也别光顾着生气，你倒是想办法。
女儿真的知道错了，女儿愿意去给孟老先生磕头认罪。是该你去磕头谢罪，但不是孟老，是乔银。我现在就让人备车，你马上给我去负荆请罪，连同你之前为了陆锦之争风吃醋，故意让他下绊子的事，听到了没有？你要是不把乔银给我哄开心了，你就别回这个家了。讲学取消，书院门口的人一哄而散。锦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知道你崇拜孟先生，这次没能听到他的讲学，确实可惜。乔银没看我啊？是吗？你怎么突然这么在乎乔银？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喜欢上乔银这种不学无术的？可他现在不是不学无术了，你崇拜的孟先生很喜欢很认可他。哼，那以他的家世也配不上我们国公府。说完，陆锦之气哼哼地转头上了马车，扬长而去。那人家谢玉安家世比你更显赫呢，人都没摆谱。陆锦之乘着车回到国公府。世子爷不是去听讲学吗？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陆锦之抿唇不语，大步地跨进了门。这茶为何换了？先前的茶昨日已经用完了，这才换上了龙井。没有了不会去外面再买一些吗？我喝惯了以前的。派人出去找过了，问了所有茶庄茶楼，人家看了都说那是特意调配的，应该找配茶的人，外面没得卖。要不小的去找乔姑娘要一点。陆锦之恍然想起，当初就是他眼下出现了一点黑眼圈，萧银便察觉到他睡眠不佳，于是特意翻遍医书，请教好几位大夫，调配了这款安神茶送给他。不用了，大约是他一时忘了，再过2日他该会送来新茶的。世子爷，今日早饭夫人还问起，怎么这几天都没有看见乔姑娘呢？母亲不是一向不喜欢她的吗？怎么会问起她了？夫人的香粉用完了，去打听一下，乔银这些天都在忙什么。位于城郊的一座院子里，只见外面霞光漫天，已然是日落时分。唉，谢玉安怎么还不来接我呀？该不会是耍我玩的吧？小乔老师，再给我讲讲这方程式和这个数列求和。啊？还要讲啊？从进门到现在，他都讲了半天了，连口水都没喝，嗓子都快冒烟了。乔银正瞅着如何脱身，余光就瞥见门口飘过的墨蓝色衣角。怎么才来？至少没下雨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怎么还记仇呢？怎么还这么小心眼儿？还没讲完呢！哎，最后一个！天色不早了，再不回去，他的家里人该担心了。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改天我再带他来拜访先生。等乔银回神，人已经是坐在谢玉安的马车上。乔银都来不及道谢。孟老就是这样一个痴迷学术的人，招待不周，你别介意。看来你在孟先生家也找不到茶壶，一样没水喝。孟先生待人倒是一视同仁。谢玉安也跟着笑了笑。谢谢你让我在阴田书院大放光彩，重新赢得别人的尊重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是你本身就很耀眼。除了乔墨和碧珠这么无脑的夸他，谢玉安是第一个。那你想看到更耀眼的我吗？你和陆锦之以前也是这样说话吗？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他记得网上的斩男秘籍说过，肢体接触是感情升温最快的捷径。难道谢玉安不喜欢他碰他？没有，他不喜欢我离他太近。像这样一起坐马车也就发生过一次，那一次马车还出事了，差点撞下悬崖。这个冬天你想去哪里赏梅？赏梅当然要去万丈崖了。京城人都说万丈崖的红梅香，但是我问过那边的猎人，他们说万丈崖上边除了红梅还有双色梅呢，可惜我去了几次都没有找到。或许我们去了就能找到了。我已经开始期待了，期待和你一起踏雪寻梅。不知不觉间，静安侯府到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这天都黑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可是要去找谢玉安算账了。谢玉安那狗东西，第一天就把你带出去了，还把碧珠给打发了。他想干什么呀？天都黑了，他要是不把你送回来，我可要提刀杀到他手上，去问个明白。乔银满头的黑线。谢某见过乔大公子。他们年龄相仿，但品阶却是天差地别。乔墨只是在军中当了个从六品的校尉，连上朝面圣的资格都没有。久仰大名啊！这女娲娘娘造人也分心情的嘛，为什么这谢玉安生得这么好看呀？今日是谢某安排不到，不该这么晚送乔二小姐回来。我家阿银可是好姑娘，这次就算了啊，下不为例。是大哥。你先回去吧，改天大哥请你喝酒。改日玉安设宴，请大哥多多指教。妹妹，哥哥就要她了。
你不是让我换个人追吗？我收回我之前所有的话，现在正式通知你，陆锦之算个屁！我要谢玉安做我的妹夫，我乔墨就要做谢家少主的大舅子了。大哥，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？虽然乔莹也承认谢玉安很有魅力，但也不至于就这么几句话就把乔木给收服了吧？那可不是几句话的事儿，那可是行动见真章。乔木转头问碧珠：陆锦之送小姐回来过吗？没有，就连那次小姐舍命阻止马车坠崖摔断了腿，陆锦之都没有送小姐回来，反说小姐晦气。后来小姐再去见他，他明知小姐腿上有伤，还让小姐挎什么火盆去晦气。碧珠啊，那陆锦之跟小姐说话会这么和气尊重人吗？反正陆锦之跟我说话都是一副拽上天的模样。没有，每次陆锦之跟小姐说话就像对待自己下人一样，呼来喝去，也不管有没有人在场。到后来不只是陆锦之，就连陆家的管家都让小姐做事。乔墨最后指了指乔莹手中的茶壶：都4年了，陆锦之送过你东西吗？送过你礼物吗？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再我屋子了？以前的我太卑微了，卑微到尘埃里了。陆锦之也没拿正眼瞧我，跟他比，谢玉安才是真正的好男人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我也这么觉得，我以前真是鬼迷心窍了。乐声兴起，谢玉安乘车回到府，毛团子321撒欢的跑过来。谢玉安抱着小奶狗走进花厅。明日家里有客，你们2个出去。啊，谁要来啊？你自己没衣服吗？谢人扯扯自己身上的衣服。我有衣服，但你品味好吗？脱了。谢玉安懒得看他们。明日卯时你们就出门，酉时再回来。卯时天都还没亮呢。喂，他这是要干什么呀？笨呀，谢玉安明天要私会小嫂嫂，嫌你在家碍手碍脚的。嫌我？去，你信不信？我比他更讨人喜欢。明天你看我的。哎呀，这货这是又要惹祸的节奏。任哥，我看好你。乔姨美美的睡了一觉。碧珠，马车备好了吗？二小姐，薛小姐来了。谁？乔姨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。哦，她来干什么？让她进来吧。不多时，薛婉然哭啼啼的走进来。乔妹妹，昨天都是我的不是，不只是昨天，一切的事也都是我的不对。我不该给你下绊子，不让你进书院，我有眼无珠，请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一次。好了好了，装什么装？你藏在袖子里的生姜我都看见了。哭声戛然而止。乔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求你原谅我。乔音龇牙咧嘴，你能不能起来说话？薛婉然低头一看，而是跪在乔莹的脚背上。我是挺不喜欢你的，但是没有到下跪磕头的地步。我知道不让我进门的是陆锦之，你顶多是从犯吧。原来你都知道。薛婉然，你不是喜欢陆锦之吗？现在好了，我跟你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不喜欢陆锦之了？难道外面说的都是真的？你跟谢阿姨，快出来，玉安来接你了。外头突然传来乔墨的声音，打断了薛婉然的话。小莹听到大哥的声音，笑意如花的站起身。小爷，算我欠你个人情，你能不能帮我向孟先生道个歉？知道了，我会托人转达你的意思的。我还有事，不奉陪了。薛婉然心中好奇，也跟着往外走到了门口。怎么还来接我啦？想早点见到你，所以就来接你了。你小子是在下唐突了。去吧去吧，你们出去玩吧，早点回来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薛婉然将全程看在眼里。谢玉安家世显赫，人才出众，还这般温柔体贴，难怪乔玉那么干脆不要陆锦之了。乔莹和谢玉安上了马车，还给我准备了好吃的吗？是什么东西？我先尝尝。乔莹将食盒护在身后。谢人，演够了没？你怎么发现的？我明明连你大哥都骗过去了呀！我哥早就被谢家大舅哥这个身份给迷花了眼，哪里还分得清东南西北了？我穿了我哥的衣服啊，还偷了他一个发冠。我出门前照镜子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分不清我是谁了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？声音也不对啊，我从小模仿我哥，声音已经模仿得炉火纯青了。因为谢玉安看起来比较聪明，人跟你看起来比较无邪。已经日上三竿了，门房还没有消息，围墙上也没有长出人头。少主，该不会那位姑娘又爽约了吧？去守着门房。少主啊，小的是有些担忧啊。那小姑娘别不是耍着你玩的吧？她之前跟国公府的世子爷闹得满城皆知的，她怎么突然莫名其妙的来找你？扫茅厕还是马厩？你选一个。我跑得快，我守门房去。少主，小姐让奴婢来通知您，沈少爷冒充你的样子，把乔姑娘带到东宫去了。备车去东宫。另一边，谢公子，殿下在湖边钓鱼，
您可以直接过去。谢忍颔首，继续往前走。你跟太子殿下也很熟？谢忍哈哈一笑，指了指自己的脸。他更熟。三人穿过一片竹林，视野豁然开阔。谢然，你真把人拐出来了。谢清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我赢了，来，赌注拿来。江怀绿不情不愿将大拇指上的玉扳指摘下来，放到了谢清玄的手中。你们赌什么呀？我赌我们冉哥一定能把人带出来。那是自然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待会儿大哥来了，你就这么回答，反正跟他没关系。谢清玄，你又出卖我，人家已经识破我了，我正要把人送过去呢。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！谢清玄和江怀绿一听，转头看向乔银，这个赌资是不是得分我一半啊？这个小嫂嫂很有趣。你把线人认出来了？怎么认出来的？我能说她一张嘴我就知道她不是吗？不愧是让铁树开花的女人啊！不同凡响，不同凡响。就朝江怀绿伸出了手，快拿来！江怀绿又扯下腰间的玉佩，丢给了谢清玄。谢忍啊谢忍，你害本太子出大血了，你得赔本太子，关我什么事呀？谢清玄将玉佩塞给了乔银。我跟太子俩两个赌现任能不能将你带出来，还赌你能不能识破他的真面目。这个赢的给你了。乔银也不推却，那我先谢过太子殿下赏赐了。应该的，就当是给你的见面礼了。江怀绿很好说话，果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谢玉安身边的人跟他一样都很好相处。走吧，乔姑娘，我送你去见我大哥。我不走。啊，你不找我大哥了？清雪妹妹不是说谢将军待会儿会过来吗？谢然，你怕了吧？我怕什么呀？他也假扮过我呀。谢玉安假扮过你？5年前，谢玉安就是假扮我去投军的。不是说抓阄抓到他去从军的吗？那都是外面的谣传。我大哥是家中长子，他肩负重任，家中族老对他要求严格，也不允许他去参与任何危险的事物。习武也只是为了防身，怎么可能让他去从军啊？5年前，西戎攻破西陲灵台郡，在西陲烧杀抢掠，害得西陲百姓民不聊生。而朝中大将又在北疆和南境驻守，无法支援。见朝中危急，阿玉这才坐不住的，族里的几个老太公胡子都气歪了，想想都好笑。幸好大哥有惊无险，1年后平安回来，还立了大功。说起来，他们好像也挺有缘分的。他刚穿过来时，就是在灵台郡。谢将军投军的军队叫什么？玄甲军？对，4年前，阿玉就是带领玄甲军直接杀入了西戎腹地，收回了灵台郡。如果不是系统让他赶去京城攻略陆景之，说不准4年前他就认识谢玉安了。哎，来了！谢忍突然慌张地叫道，上蹿下跳的找藏身的地方。你要是不想被大哥抓到，只能是跳水游到对岸去。我给你打掩护，你快跳。谢忍听了，真的抬脚要往湖里跳。倒也不用这么慌张吧。先不说这湖水有多宽有多深，这深秋时节多冷啊！我去把它引开不就好了？大嫂，弟弟往后就全仰仗你了。谢将军很好说话的，你也不用那么怕。萧炎提起食盒，走出凉亭，迎向谢玉安。我七弟行事唐突，代他向你道歉，请姑娘别与他一般见识。没有那么严重，自己大哥身边突然冒出个奇怪的女人，他来探查探查也很正常。你不奇怪，我看到你裙底的梅花了，很漂亮。你喜欢吗？我专门为你挑的。乔银也不甘示弱，双手微微提起裙摆，欢快地转了个圈。梅花香也是特意为我熏的吗？喜欢吗？谢玉安见他这般，知道他是真的没有被信任影响，赏心悦目，沁人心脾，我很喜欢。那我这儿还有你更喜欢的。乔银指了指手中的食盒，然后拉着谢玉安离开了东宫。当，快看，油酥帕罗！食盒里的油酥全都塌成了一团。谢忍今天冒充你招摇过市，如此莽撞出格，若不严加管教，恐有损谢将军英名和你们谢氏一族的声誉。罚他蹲1个时辰马步，够吗？再让他头上顶1碗水。好。说起来，我们2个还挺有缘的。我在来京城之前，在灵台郡待过一段时间。你在灵台郡哪里？我原本就是灵台县的一个普通老百姓，因为战乱四处流窜，结果被猛虎寨的人抓到匪窝里去了。乔银想起那段黑暗的历史，摆摆手，不愿意再说。我很走运了，抓上去没多久，玄甲军就上山剿匪，端了匪窝，我被救了。剿匪那天你在吗？我在。可惜那次我下山下得太早，我要是多逗留一会儿，说不准4年前我们就认识了。这是吃了你的点心，
情改不掉，只好教你骑一次马。可我这裙子不适合骑马。没关系，我已让人在厢房里备好了旗装，你去换衣裳，我去马厩给你选马。好。小银带着碧珠转身去厢房。二小姐，要是你当初眼光就这么好，去赴了谢将军的庆功宴，说不准你这会儿都已经是谢家的少主夫人了。这话怎么说？4年前你回京没多久，谢将军就凯旋回京，太子为谢将军举办了庆功宴，咱们侯府也收到请帖。但是小姐你没去，因为陆锦之在同一天办了个什么酒宴。小姐，你去找陆锦之了。马厩里，谢玉安从头走到尾，视线被马厩外面拴在马石上的一匹白马吸引。谢公子，这马是相府严大小姐的爱驹，她今日定了日子要过来跑马的。就在他们说话间，马场外驶入了几辆马车。今天不是陆锦之组的局吗？他怎么没来？锦之说他身体有恙，今日在家歇着了，让我们自己玩。昨日在应天书院瞧他，不是好好的？可不是嘛，在书院还好好的，可一回去就不好了。楚文景知道国公府有意与相府结亲，不敢多言。不管他了，我们自己玩吧。哎，许久没来打马球了。叶小姐，听说你新得了一匹良驹，在哪儿呢？京城已经让人先送来马场了。颜如玉领着众人向马厩走去。那不是谢玉安吗？颜如玉抬眸看了一眼。颜小姐，这马是你的吗？谢公子，这是我的马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个不情之请，能否请颜小姐割爱？我愿拿故宫的洛神赋图来换。洛神赋图4个字一响起，所有人都倒出一口气。谢玉安竟然拿一副绝世名作换一匹普通马驹，这马能入公子的眼，是他的荣幸。公子若是喜欢，如玉便将它赠予公子。现下这样的望族能与他们搭上关系，博一个好感，其价值远比一副绝世名作来的值。化作今日会送至相府。谢玉安这么大手笔，要这匹马来干什么呀？这马漂亮是漂亮，但矮小了些，跟谢玉安也不搭。哎，快看，来了个漂亮姑娘！原来谢公子一掷千金是为博美人一笑呀！谁家姑娘这么好福气，竟然能让高高在上的谢少主折腰？这时，忽然有人惊呼了一句：“你们快看呀，是乔银！好漂亮的马！哇，它好乖啊！喜欢吗？喜欢的不得了。它以后就是你的坐骑了。怎么？我还没给你送礼，你反倒先送我一份大礼了？这到底谁攻略谁啊？先取个名字。4、5、6。乔银，陆世子病了，我和楚公子正打算去看望他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等等，颜如玉什么时候说要去看陆锦之了？病了就病了，病了找大夫呀，叫我去做什么？等死了再叫我也不迟。不是吧？我刚刚听到了什么？乔银在咒陆锦之。楚文景也不管颜如玉在想什么，匆匆离开马场。国公府今日为何不去马场陪如玉跑马打球啊？不是跑马就是诗会，天来倒去就那几样，有些乏了。乏了，那你就想出新的点子出来，就像乔银哄你开心一样，你要变着法子的去讨颜如玉的欢心。儿子做不得这种卑躬屈膝的事。如玉会是个好主母，等你与她成婚了，你再把乔银纳入府中，我想她是不会介意的。娘同意让她进门了。虽然娘不怎么喜欢她那没皮没脸的性子，但是看在她这几年对你真心的上，娘愿意给她一个机会。况且你们俩的事情都闹得满城皆知了，我们要是不给人家一个交代，外头的人该说我们国公府做人不厚道。谢谢娘。陆锦之很高兴，虽然不能给乔银正妻之位，但他进了门，他愿意给他一份宠爱，让他得偿所愿地陪在自己身边。陆夫人起身离开，拿一个妾位就想吊住堂堂侯府千金，你们是真敢想呀！我的事与你何干？乔银是喜欢你，但靖安侯可不是吃素的。你们想要利用乔银来拉拢靖安侯，那就放低姿态，用点心，小心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。说完，陆一之就走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大公子刚从南边回来，听说这次生意做得很不错，发现了个什么了不得的矿洞，铺子里的生意翻了好几番，老爷也十分欢喜。行了，今天乔家有来人吗？世子爷在等乔姑娘。没有的事儿，本世子不过随口问问。本世子要出门了，若是有人送东西来，你收好就是。陆锦之撂下话，甩着袖子朝着大门走去。世子爷，门外有个姑娘送来这罐东西，说是特意为世子爷配制的安神茶。人在哪儿呢？应当还在门外，还没走。
门口停着一辆马车。你终于想通了，不再找别的男人跟我玩欲擒故纵了。看在你用心给我制茶的份上，这次我就原谅你了。陆世子，你是在梦呓还是在梦游？薛婉然，是我，陆世子。我听闻你小厮在街上寻安神茶，我这里正好有一罐，出自宫廷御医之手，十分难得。陆锦之想也不想，他恼怒地将手中的罐子给丢了出去。陆锦之，这茶连我爹都舍不得喝，我好心好意拿来送你，你不喜欢可以拿来还我。你砸了是什么意思？存心羞辱我是吧？你陆锦之就这样接人待物的？你们国公府就是这样的教养吗？我不会要你的安神茶，除了乔银的，我谁都不要。你别自作多情。乔银在你身边转了4年了，你连他的人都能认错，你不仅是狼心狗肺，你还是野蛮心下。你等着他来给你端茶递水是不是？呸！你想得美，谢玉安比你强100倍，傻子才会想着在你这棵歪脖树上吊死。陆锦之，你等着喝乔银和谢玉安的喜酒吧。薛婉然的马车都走远了，陆锦之还站在原地。世子爷，您没事吧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他只记得乔银对他的念念不忘和死缠烂打。锦之，锦之，出大事了！楚文景从马车上火急火燎地跳下来。你猜我今天在马场上看见了谁？我看见乔银了。陆锦之原本阴沉的脸突然就焕发了生机。他跟谢玉安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谢玉安为了博乔银一笑，用一幅故宫真迹跟颜如玉换了一匹马送给了乔银。别说了，哎呀，我还没讲到重点呢。颜如玉不知怎么想的，跑过去问乔银说你生病了，要不要一起来国公府看你？你猜乔银怎么回的？陆锦之的心里又升起了一丝期待。乔银最关心他的身体了。他怎么回的？等死了再叫我不迟。楚文景绘声绘色地将乔银的话一字不落地转述一遍。锦之，你脸色看起来不怎么好，真的生病了？陆锦之抿唇不语，快步上了马车。你这是要干嘛？去马场。锦之，乔银这话是说的有些过分，但你也不至于跟一个女人置气。我是为乔银咒我死而这么生气吗？乔银就是一只风筝，现在他手上，他拽一下，乔银就会往回跑。可是现在这根线似乎断了，马车急赶慢赶，终于是赶到了马场。马场上空无一人，陆锦之的表情明显松懈下来。锦之，颜如玉还问起你来了，她最近挺关心你的，你们两家是不是好事将近了？是啊，上回宫宴，我姑母跟丞相夫人提了一嘴，应该快了吧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们家既然是这个意思，你还是得在颜如玉身上用点心，别的可以先放一放。最近京中女子都实行什么样的手势？楚文景还以为陆锦之是听了他的话。你别问我，该回去问你那个庶兄。我也是听我家中姐妹议论才知道，你庶兄这次去南境发达了，他在南境寻到了一条矿脉，里面全是红色的宝石。现在京中最时兴的就是你家铺子里各类红宝石首饰。谢公子，应天书院院长的女儿今早来找我了，她想向孟先生致歉，能否请谢公子转告？好，待会儿我就去拜访孟了。目送着谢玉安离开，只见乔木鬼鬼祟祟地躲在门后边偷看。妹妹，你可真是我们乔家之光呀！乔银不是很懂他大哥这奇特的欲望，他看了看他手中抱着的罗甸大匣子。大哥，你去月季阁买东西了？不是我买的呀，是月季阁刚送过来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乔银接过盒子打开，太漂亮了！里面是一套金镶红宝石的头面，一共10件，十全十美。谁啊，这么大手笔？谁这么阔气？送来的人也没说，只说你打开看了就知道了。霞姐，这底下好像还有一封信呢。还是闭住眼睛，打开迅速地看了一眼，是陆一之陆大哥送的。乔木不解，陆大哥说他此次去南境经商，途中遇见了马贼，幸好碰见了咱们父亲，这才能平安回来。这套头面是谢父亲救命之恩的。这陆一之倒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比他那个弟弟有良心多了。陆大哥还说父亲在南境打了胜仗，班师回朝指日可待。说起陆一之，陆夫人先后怀过3个孩子，但每次都是中途无端夭折。陆家迷信，于是找了个与陆夫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奴来挡灾。陆一之生来也是给陆锦之挡灾的。既然是救命之恩的谢礼，那妹妹你就收起来吧。兄妹俩正要进门，乔小姐请留步，手里也捧着一个月季阁的罗甸匣子。乔小姐，这是我家世子爷送给乔小姐的礼物。送我？陆锦之？陆锦之那负心汉也会给人送礼物？我倒要看看他送了个什么东西。萧银先他一步，一把夺过去，然后丢了出去。谁稀罕？萧银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掌柜的，这簪子要如何处理啊？东西谁买的给谁送去，账是谁的找谁收，赊账的一律不准再进门。你们谁要是徇私，这账就算谁头上。
陆一之教训了小厮一顿，正要回府，陆国公的马车正好在门口停下。父亲，你姑母收到你孝敬的珠宝了，你有心了，这都是儿子应该做的。这次你去南境一趟，收获颇丰。这次你能顺利回来，想必南境已经安稳，战事就要结束了。说是靖安侯此次大胜，皇上必定会将南境的军权全都交付给靖安侯，那乔家便是他们必须要争取的势力。儿子恐出事端，没有靠近边境，不知战况如何。一夜过去，怀州县人前来赔罪。只见县人光着半个膀子，后背还背着一捆金条，单膝跪在乔家大门外。这是唱哪一出啊？大哥让我来负荆请罪的，顺带让我来给你带个话。秋收将至，皇上命太子出去巡查，他和太子今晨就出城去了，预计3天之后才能回来。3天呀，这不是让本就不富裕的他雪上加霜吗？我哥还给你留了封信。县人从腰间抽出一封信交给乔银。昨日衣裳，劳青青素手薰衣炉香，不胜感激。你大哥也真是的，那么点事儿弄得这么严肃，快把衣服穿起来，我冻死了。忍哥，你还没吃早饭吗？要不跟我们一起？真的吗？大嫂，你真的太好了。忍哥，我对你还不错吧？其实不错呀，那是相当的好呀。昨晚我大哥本来要罚我20军棍的，但多亏了大嫂你替我求情，只让我扎了1个时辰的马步。是吗？我这么好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大嫂的恩情，小弟记着呢。往后大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是的，我就是这么人美心善。说起来，我还真有点事想叫你帮忙呢。看啊，我跟你大哥才刚认识，他就送了我一匹宝马，我正想着要回一个谢礼呢。你是想趁大哥不在，给我大哥准备惊喜是不是？是的，你会帮我吧？那是自然。县人十分的积极。我大哥出生在夏至，他出生的那一天，一直安静的庭院里突然蝉鸣喧天，太祖父以为这是祥瑞之兆，寻了一块上好的白玉料子，找当时最好的工匠刻了一只玉蝉吊坠。我大哥十分的喜欢，可惜4年前在临台郡遗失了。你是让我去找这只玉蝉？临台郡那么大又那么远，我哥自己都找不到，你去哪里找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找人重新刻一个送给他呀，保准他永生难忘。那玉蝉长什么样啊？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来，你拿笔墨来，我可以给你画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一只玉蝉就在纸上跃然而出。你看起来吊儿郎当的，这画的还真不赖。在我们谢氏是有规定的，需要通过族学的6艺考核才能上谢氏的族谱，不管男女。那你们对媳妇的要求也这么高吗？大舅哥啊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大嫂那天在应天书院不是把孟老头给折服了吗？我们族学的人都听孟老头的，没有人敢不让大嫂进门，好得很。你们谢家家风开明，不错不错。那天谢玉安叫我去挑战，该不会是还安着这个心吧？那时我们才认识几天啊，应该只是个巧合。画好了，你找个工匠寻一块白玉，照着这图雕就行。乔银拿起图纸看起来，只是他怎么觉得有点眼熟。和县人道谢之后，回房中后，挑了一只最大的发簪戴在头上，随后带着碧珠乘车去的月几阁。我今日出门早，没见到陆景之。我不是来打听陆景之行踪的，不仅仅是今天，往后我也不会再来打听他的事了。陆大哥不用再帮我留意他的动向了，我今天来是想跟陆掌柜做个生意的。萧银打开早上县人画的玉蝉图纸，我想要个玉蝉，你看能不能定制啊？过了一会儿，他笑道：“是要送人的？是的，要急用，最好3天内就能做好。3天？选料子都要半个月了，这么复杂的花纹，工匠雕琢也至少得半月，少说要1个月。那可怎么办啊？我等不了，我最多只能等10天。不动声色地扶了扶头上的发簪，虽然挟恩图报有些可耻，但是他真的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。我尽力。城东有个富商酷爱收集各种羊脂玉，我去寻一寻，说不准能找到一块好料子。找到了立刻安排工匠雕刻，行吗？行，陆掌柜帮我做好了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好了，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吧，我现在就去寻料子。陆一之将乔银送出了门，陆景之的马车正好从路口的另一边过来。乔银和陆一之怎么走那么近？乔二小姐本来就跟大公子很熟呀，大公子过生辰，乔二小姐也会给大公子送生辰礼。乔银还知道陆一之的生辰。主业正要回答，扭头一看，陆景之的脸色不知何时的阴下来。乔二小姐经常来月几阁打探世子爷的消息，所以跟大公子关系熟络。送什么生辰礼，其实都是为了接近世子爷您。只见陆景之脸色和缓，这才打住。